go to my left, I will use my left leg. Stand by, strong, side step. Strong, side step. Block. No. 一个口令，一个动作，基本警用防身术是为期3个月的辅警训练重点考核的项目之一。Now we'll go for your blocking techniques. Alright, this is blocking techniques. We have 4 types of block. First we have high block. Then we have low block. We have outward block and inward blocks. 新加坡的辅警除了负责机场维安，也会驻守政府部门办公区和现金运送。执勤中碰到危险状况几率高，比起一般保全的训练期多出整整2个月。而在正式上工前，提供免费住宿，还供基本3餐。额外的训练津贴从以前每个月3万台币提高到7万元。我们也是有帮了很多个雇主啦，就是给他们一些 advice， 跟他们说，现在的员工啊，他们追求的是什么？第一，他们也不是说不需要高薪啦，薪水是其中一个他们要看到的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他们的福利，员工福利。第三呢，就是他们可以有怎样的进步的空间，就是可能他们的这个职位有怎样的发展的空间。我们从疫情后的员工，我们都希望比较有弹性的空间，我们就把我们的训练比较多元化，而且比较专注。除了我们传统的安检训练之外，我们也会从 soft skill 方面培养他们，比如说一些客户的服务，或者是一些沟通能力上的沟通上的 skill 这样。这是新加坡企业端为了征才正在做的自我改变，甚至原有12小时轮班的工作环境也开始做更弹性的排班调整。有些雇主也是把工作时间缩短，为了要协助这一班人要得到那个平衡点的生活跟工作的那个平衡。例如说，可能以前加班加很多，可能一整个月工作可能会高达280到300个小时啊，包括加班。但是现在没有，真的是缩短到少过250个小时。当企业内部已经转化成多元性的培训措施，但人才基数不够的源头问题，他们也早一步借重国外市场。新加坡就很适合台湾人，你很容易找到跟我们吃很像的事情，街道的文化跟人的相处，英文不怎么好，大概都还可以去。新加坡保全公司为了扩大人才库，和台湾固定几所大学跨国产学合作，透过课程和讲座安排，初步帮学生分析职涯规划，再释放相对应适合的海外职缺资讯，借用台湾培训公司的媒介，先挖掘教育端的潜在人才。台湾是相对在这么多的地方，他们是相对喜欢的。一向我们得到的回应都是在台湾的年轻人里面，在各个国家，包含华人，他们都会觉得我们的服务的水平是比较高的，说话的方式啦，与人相处的模式啦，甚至是抗压性都相对高一点，所以他们会觉得来台湾寻找人才是他们的这个 priority 里面是比较前面的。我们希望他们在海外实习之后能够再回到我们台湾来，但是怎么样说服他们再回到台湾？一定要给他一个很好的工作嘛。薪水当然是不用讲，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自由。他所谓自由是能够自由的成长，然后能够搭配他的家庭。因为你家庭没有让他搭配得好，他就没有办法生小孩，所以那个少子化又再度的发生，所以这会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啦。残酷的现实是，不止新加坡，许多亚洲国家在即战力上已经用跨海任用策略在积极作战，而台湾就是他们海外布局的其中一站。等于学生还没毕业就被外商订走，我们的就业市场早亮起红灯。我们现在在德国边境这个碳管理叫 CBAN， 我们现在有8位同学在那里工作。然后呢，在日本的部分呢，我们在北海道，还有在熊本
熊本的比如说长照的这个产业，我们现在有3位同学，然后呢，在滑雪场也有。台湾的这个比较保守一点，我们的移民政策上面还是比较保守一点，所以都变成我们的很多学生啊都被人家抢走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自己要抢人的话，自己的企业就会比较慢一点。然后我们企业应该开放一个心态，就是说，我们其他世界来的人，我们都应该可以去跟人家去竞争嘛。避免人才被掏空的危机，政府也在2017年制定外国人才专法，只要符合台湾所需特定专业人才，就能有居留签证、工作许可和不限次数进出台湾。根据国发会2023年底最新统计，招揽到的外国专业人才突破1.3万人，但离政府目标的2030年达到10万人，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。当邻近的国家为了人才市场早早布局，而台湾在国际竞赛的局里，得先开发最关键的抢才竞争力。